大家好，我是张大刚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东京食尸鬼。上集说到，香香咬了小金一口之后，战力飙升，一击击碎了月山的鹤子，他的背后长出了猩红的羽翼，破开气浪，猛地朝着月山袭去。即使月山勉强挡下，但羽翼瞬间结晶化，化成无数的利刃将月山贯穿。月山身上的伤口很快愈合，鹤子也恢复一心，并在顶端长出了一把巨大的刀刃。两个人打的是你开我往，异常激烈，教堂几乎被破坏殆尽，还是香香更胜一筹，一翅膀扇飞了月山。负伤严重的月山急需进食，于是将目标锁定在了贵卫的身上，速度快到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。但就在月山即将扑向贵卫的时候，一只手突然死死地拽住了他的领带，居然是已经倒在血泊中的眼镜哥。这哥们儿的命也太硬了点吧！月山不断地踹着眼镜哥的脑袋，也没让他松开手。香香及时赶到，切断了月山的一只手，并一击将其彻底杀死。但就在小金以为事情结束之后，香香却突然走向了贵卫，他必须要杀死这个知道了他们食尸鬼身份的人。眼镜哥拼尽最后一口气，为女友香香的致命一击。小金反问他，如果今天在这里的是她的闺蜜伊子，他还下得去手吗？正巧贵卫苏醒，盯着香香的羽鹤看呆了，不由自主地夸了一句好漂亮。而就是这几句话救了他一命。香香放弃了杀死贵卫，独自跑到了屋顶上黯然神伤。眼镜哥靠着咖啡馆的食物活了下来，作为报酬他留在这里工作。月山引发的事件就此结束，而厨师小姑娘却因为见不到爸爸和妈妈爆发了争吵。她的父亲是一名医生，因为在13区惹上了麻烦，所以将妻儿送到了安定区。 S 级食尸鬼杰森来找医生定做武器，却因为白鸠的追捕误以为是医生出卖了他，出手将其重伤。白鸠和亚门手上的箱子变成巨大的武器库音克，同时对杰森发起了攻击。白鸠的库音克突然膨胀，将杰森牢牢围住。就在他以为自己胜券在握之时，杰森的背后突然长出一对绚丽的鹤子，直接将他的武器崩断。杰森随后有事离开，医生垂死挣扎之后被白鸠杀死，死前手里还拿着女儿的画。安定区里，厨师和妈妈经过一番交心之后和好，想要买一本新书当做给父亲的礼物。而搜查官们也通过医生的家得知了厨师母女的存在，满街的搜寻他们。街上厨师闻到了父亲的味道，不顾母亲的劝阻跑了出去，但是没有见到父亲，见到的却是白鸠和亚门。父亲的味道从白鸠手中的箱子里传来，厨师突然明白了什么。母亲张开4片飞蛾状的鹤子，将厨师保护起来，让他快跑。良子并没有战斗能力，在看到白鸠拿出了由她丈夫的鹤子做成的库音克之后，当场崩溃，留下了一抹带泪的微笑之后被白鸠杀死。厨师跑出去之后，一路在雨中狂奔，正巧遇上了小金。但即使被带着来了现场，小金也知道自己什么都做不了，只能拼命地捂住厨师的眼睛和嘴巴，带着他躲了起来。双亲被残杀之后，厨师的情绪一度面临崩溃。香香休完假之后回到咖啡馆，却听到了这么一个噩耗：安定区众人决定要将被看到脸的厨师转移到24区，并且不打算为良子复仇。如果白鸠被杀，20区的搜查官只会越来越多。愤怒的董香戴上兔子面具，决定承担一切后果，独自复仇。杀害了亚门的一位分部手下后，对亚门发起了攻击。强大的羽鹤化为利刃，很快就将亚门逼入绝境。白鸠及时赶到救下亚门，他对良子的侮辱很快激怒了香香，不顾一切的对其发起了攻击。香香属于羽鹤类食尸鬼，速度极其敏捷，但如果无法在短时间内分出胜负，战斗力就会急速下降。香香的攻击被白鸠轻轻松松的拦下，在这种拉锯战中，他很快就体力不支，被白鸠重伤手臂后迅速逃离。回到咖啡馆之后，受伤的香香被小金发现，经过一番后向谈心之后，小金帮香香包扎了伤口，并决定帮助他一起对付白鸠。他做不到杀人，也不认为香香是正确的，但他同样无法忍受重要的人被虐杀。CCG 分部为被香香杀害的搜查官举行了葬礼，前一天还在和自己一起吃饭的部下就这样离去。亚门从特训学校毕业之后，目睹了太多同伴的离去，他拼命地锻炼着自己，试图改变这个错误的世界。小金陪着香香去各处踩点后，来到了贝先生处，取走了自己定制好的面具。白鸠接到了一个匿名举报电话，称发现了厨师出没的地点，这是一处无法使用库音克的狭窄水道。经验老道的白鸠很快明白这是对方设置的陷阱，也发现了香香和厨师之间的联系。回忆起厨师敏锐的嗅觉，他在行动之前特意多带了一包东西，吩咐亚门和他兵分两路，争取将两人一网打尽。但就在香香即将行动的前一秒，闻到母亲味道的厨师突然跳窗离开。香香和小金到处找不到人，厨师循着气味浑浑噩噩的来到了水道，看着放在地上的包里露出了母亲的一只手。厨师的尖叫声让小金和香香找到了方向，一起朝着水道飞奔而去。小金发现了亚门，戴上面具拦在了他的面前。天上再次下起了大雨，小金奋力的朝着亚门挥拳，但是单凭人类的力量，他根本不是亚门的对手，3两下就被撂倒在地。亚门拿出了自己锤子一样的库音克，一锤就将小金打下了河道。他问小金，随意残害他人的食尸鬼为什么还要活在这个世上？那些被杀死的人们是何其无辜，这个世界是错误的，而就是他们这些食尸鬼才让世界陷入扭曲。说着又是一锤，再次将小金打飞。小金迷茫了，就算是食尸鬼让世界陷入扭曲，难道从未加害过人的良子就该被杀吗？厨师就该失去所有的亲人吗？食尸鬼也是有感情的，但为什么人类就是不明白呢？那一刻小金悟了，让世界陷入扭曲的是食尸鬼，同样也是人类，他们都不曾试图深入了解对方，而能够去传达这一点的只有又是食尸鬼又是人类的他。小金再次拼尽全力的站了起来，他一次次的被打飞，又一次次的
地站了起来。为了制止亚门，小金终于决定动用食尸鬼的力量。他拉开了面具上的拉链，猛地朝着亚门扑去，并成功地咬下了对方的一块肩膀肉。你怎么和小神一个德行，连衣服都吃？补充了能量之后，小金的身后缓缓伸出了2根猩红的鹤子，很轻易地将亚门的库因克破坏，但代价就是小金再次面临失控，而对血肉的渴望不断地诱惑着他，杀死眼前的男人。3根鹤子扭曲在一起，一把就将亚门的腹部开了口。小金奋力地控制着自己的冲动，哀求亚门快点走，他不想成为一名杀人犯。看着泪流满面的小金，亚门愣住了。他离开之后，小金的能力彻底失控，一把洞穿了前来找他的四方的肚子。认出了眼前的人，小金终于平静了下来。在小金和亚门战斗的同时，香香也找到了抱着母亲断手哭泣的厨师。当然，同样到来的还有早就埋伏好的白鸠。他对厨师的所作所为彻底激怒了香香。雨鹤在他身后爆发，白鸠随即拿出用医生制作的库因克挥向对手，两人打得难舍难分。香香凭借着极其出色的弹跳力和敏捷度，不断的躲避着长鞭的攻击，并算准机会撤退到长鞭无法攻击的距离，猛地发难将白鸠踹飞出去。不明理由被追杀的恐惧，重要之人被杀害的悲愤，都让香香陷入了异常愤怒的状态。他的态度和亚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坚定不移地认为让世界扭曲的是人类的错。说着就要了结了白鸠，但他忽略的是白鸠身边的另一个箱子，属于良子小姐的鹤子猛地舒展，将香香一把掀飞。白鸠居然把良子的鹤子也做成了一把武器，这下子厨师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。面对良子的大面积攻击的鹤子，香香根本无法近身，很快就被一击贯穿腹部，钉在了墙上。白鸠又用属于医生的长鞭卷起厨师，猛地朝着香香挥去。在厨师的尖叫声中，鲜血滴落在地，但白鸠却惊讶地发现卷入厨师的武器不见了，准确地说是他整只右手都不见了。转头一看，厨师哭着站在不远处，他的身上长出了分别属于父母的鹤子，裹挟着强大的力量朝着白鸠砍去。疯魔的白鸠看着这对完美的鹤子，心中再次升起了掠夺的欲望。长鞭刺入厨师的鹤子中，却被反复拉扯至半空，切断了白鸠的一只脚之后，将其重重地扔了出去。但就在香香让厨师动手杀了白鸠的时候，厨师却放弃了。他的鹤子缩小成4片小小的羽翼，不知所措的掩面痛哭。白鸠突然抱起就要对厨师动手，被香香从背后一击割喉。白鸠不甘的死去之后，香香摘下了他的手套，却惊讶的发现他的无名指上戴着一枚婚戒。原来这种人也有想要守护的东西。恢复了的小金和四方前来带着厨师离开，而亚门抱着白鸠前辈的尸体发出了仰天的哭喊。亚门在刚毕业时就被尤马特等搜查官分配给了白鸠，他的第1起案件是一个叫苹果头的食尸鬼，1年之内就犯下了50多起捕食案件，而嫌疑人居然是一位68岁的老婆婆。即使他已经收到了老婆婆不是食尸鬼的诊断书，但白鸠还是坚定不移地认为他就是苹果头。白鸠轻佻的态度和不着调的办案方式，让亚门一度对他的能力产生了质疑。一气之下自己离开，他在路上正好遇到了之前怀疑的老婆婆，于是亚门出于好心帮老婆婆推着箱子，却惊悚地发现这箱子居然在往外渗血。而老婆婆将亚门带到僻静的地方之后，也不再掩饰自己的真面目，变成食尸鬼猛地朝亚门扑去。亚门的箱子严重受损，无法打开，眼看就要光荣殉职，白鸠却突然出现，一击杀死了婆婆。他很欣赏亚门的热情，同样也告诉他，即使被斩断了手脚，也要继续战斗，这才是搜查官。白鸠死的第49天，亚门带着花钱去探望。对于他来说，那个疯疯癫癫的真护前辈一直都是他的榜样。白鸠事件就此落幕，厨师能从失去父母的阴影中走出来吗？小金今后又会遇到什么？小伙伴们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